你很像那个什么武侠小说里面的人物。啥人物啊？我很认真的绑大家晚安，我是苏亚文，我是 Heaven and Key。Heaven and Key 有这个人吗？最近苏亚文有肥肥的脸，因为被苏亚文妈养得胖胖的入境。幸好我们家基因比较特别的优良，我就是趴在肚子，你看吧，应该看不出来。最近除了吃胖之外，台湾有一件事情发生，让大家都很紧张了。每个家庭都在努力的找口罩，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慢慢长大了。有买到就是保平安呐。你有买到吗？你有平安吗？有啊，大概到这个月的24号，突然增加了2个病例之后，我就开始紧张了。不然我之前都觉得，应该不会这么快吧。结果我找了2天，有找到1盒，初1、初2都在忙着找口罩。我买到了那一盒，虽然要1250块，但是我还是很开心的有买到。你笑什么？这1250块很贵。我想说你本人怎么会把那个数字记得那么清楚？是不是真的觉得太贵了？这是我有史以来买过最贵的口罩，因为没有口罩我就没办法安心出门。对啊，其实从除夕一粒，对啊，其实从除夕1例变3例之后，台湾就开始蛮恐慌的。又正值过年找口罩的时候啊，就看到有一些陆客妈妈们，都没戴口罩，跟我一起抢口罩，结果我们都没抢到，真是太可怕。好了，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，我们行政院决定禁止口罩出口1个月。而艺人范范在1月27号用私人脸书来骂行政院长苏贞昌至少5个不雅情绪字眼，重点就是他觉得这个决定泯灭人性。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，但是我跟六六觉得，在每个事件背后一定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，想说趁这个机会一起讨论彼此的想法，也邀请大家一起。他讲完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觉得或许那是假的，或是假账号，因为他的名字呢，英文名字不算太少见。但是在隔天28号，他自己在官方脸书承认之后，大战才真正的开始一连好几天被网友喷得一塌糊涂，大概有3天以上吧。就算他的先生黑人在29日一连发3篇文护妻，也完全止不住炮火猛烈。然后在今天凌晨再发感谢爸爸的文章，内容呢是与家人群组的对话内容。其实我觉得啊，这所有的内容有一些是可以聊聊的，就像为什么范范觉得下令禁出口1个月就是狗官？从他一直回网友的内容就可以推论说，他觉得大陆是台湾的同胞。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种认知的落差，因为在台湾一定有人觉得我们跟大陆是同胞，但是也一定有人觉得我们跟大陆不是同胞。但是如果范范在发文之前有思考看看，台湾是否大多数人都跟他一样觉得台湾是同胞的话，那他可能就不会打这样的文字。就像他说啦，不想要牵扯政治，但是其实这就是政治啊。同胞或是不是同胞，这件事情就是政治。我可以理解他的心里不分你我，大家都是人类。但是他说出同胞，就是把自己牵扯进来政治里面。其实啊，他骂冲的时候，并没有说到希望口罩出口到哪里，而是他在自己的回应里面，我们才知道他希望多做一点口罩给他说的同胞。对啊，其实他一直有在强调，期望台湾开工之后，就是明天，今天6号，多做一点口罩出来帮忙。但是为什么在我们自己都买不到的前提下，他还想要求我们的工厂做到
除了让我们自己够用之外，再更努力多做更多呢？他可能觉得要开工了，大家就会足够量了。但是其实没有什么是应该的，我觉得，因为实际上做口罩的人不是他，他也没有像我们一样经历跑10几间药局都买不到口罩的绝望。但是说不定他有经历，还是他有去找口罩，知道买不到，还要我们努力的做，这些有可能哦。就是我们不晓得他有没有搜寻，跟我们一样搜寻过口罩都买不到的经历啦。可能他的口罩比较充裕，他有一些通道吧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最主要原因在于，我们自己也有疫情，我们自己也需要，我们也不够，我们也不知道最后的发展会怎样。当我们自己口罩的量足够了，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帮助别人啊。他会被炮火隆隆，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在贴文中猜测行政院长是因为不爱大陆人、不关心大陆人，所以才进出口。他猜，他心里面的苏贞昌就是这么的坏的，这么不好的，这么讨厌的人，他猜的。但是一个人可以把另一个人猜成这样，那他是不是需要去思考他怎么会这样猜呀？所以这里面是一定他有他自己个人的想法在里头啊。就是他就很生气啊。对啊，那他为什么生气呢？因为他可能觉得大陆人没有口罩这件事情对他来说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口罩多到爆炸，那为什么要进出口？而且他进出口1个月，并不是限定在不能去大陆啊，口罩哪里都不能去，只能在这里，因为我们不够。我觉得他可能很担心啊，所以他才会一直回应粉丝的留言。那你会回应粉丝的比较激烈一点的留言吗？我觉得我可以理性讨论啊，但通常不理性很难讨论出一个结果。我觉得看他的回应这么多，他内心应该很害怕。但是看他回应的内容，或许就是期望我们有能力的话，多做一点口罩给大陆。但是因为他真的讲很多次，希望大家就是他在回应的时候一直讲说，希望我们可以多做一点给大陆，因为这是爱跟关怀的表现。就算大家一直说我们不够，但是他还是觉得我们应该多做，因为我们有能力。就是他真的很有毅力的不放弃。但是今天才开工，他留言的时候，其实他根本就不会知道到底够不够啊。就是他不会知道我们是不是该开始工作之后供应就会充足，但是他在不知道的前提下就要求我们人饥己饥，人逆己逆。就是对于看文章的我们呢，真的就是太强人所难，因为我们也不晓得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啊。我们也希望我们有足够的口罩。他的新贴文就是与家人留言的那一篇，他贴出的内容里面，放委屈的爸爸放爸爸有写到：陈况你并没有错，只是言语直接没有修饰。这句话很容易让大家爆炸，会觉得说，哦，范范到头来还是觉得他没有错。因为他如果觉得不认同这个群组的聊天，他应该是不会把它贴出来啊，除非他想要创造出一个不明事理的父亲角色。但这应该有点难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他有比较大的几率是他认同。对啊，而且他把这个东西贴在会有很多好多万粉丝看到的粉丝团，而且范范的爸爸其实在里面说了很多次，他觉得范范没有错。但是我觉得范范有句话说得对，就是这个世代不缺恨，这次病毒来势汹汹，要冷静沉着应战。对啊，就是我来整理一下，我们觉得范范会被网友攻击得这么惨的原因。第一个就是他真的骂得很难听，跟他日常形象有差，因为大家都觉得他是很善良、温柔、可爱的，所以才会我们第一次看到讯息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很惊讶。对啊，然后第二个就是
很多人不觉得大陆人是同胞，但是他却要我们觉得他是同胞，多做口罩给他。然后还有觉得我们应该要排除万难生产出口罩给他们，我们应该要这么做。然后他曾经觉得行政院长是刻意不愿意出口给国外的人，包括大陆。然后范玮琪的爸爸觉得范玮琪说的没有错，范玮琪坚持对的事情不简单，所以他爸爸觉得他是对的事情，然后他要把它贴在脸书上。不知道他觉得这是不是对的事情，但是他就是把它贴在很多人的脸书。然后还有这时候搬出父母不是很讨喜，还有他回应的内容不是很妥当，因为里面一直讲同胞啊，还有一直讲大家要努力啊，还有一直踩到大家的雷。对，什么雷？你觉得是什么雷？那我来整理我在这个事件中学到的事情。第一个，遇到事情的时候要冷静，情绪出口之前多呼吸、多查证、多讨论、多思考。第二个，我们想的不一定是事实，每件事情背后都有它的故事，只是我们不知道。第三个，情绪会过去，但话说出口就收不回来了。第四个，努力不说让自己后悔的话。第五个，没有什么是应该的。第六个，要先学会照顾自己，才有能力照顾别人。第七个，有发言权的时候，能够影响的人会越多，这个时候说话就要更谨慎。你在一个大家能看到你的地方，你也可以看到更多人，大家可以看到你，所以大家都检视你的行为，然后你做事就要更谨慎。有时候我们也曾经觉得后悔过，但是我们觉得后悔的时候，不一定会像范范一样被这么多人的挑战。第八个，当发文内容有机会让很多人看到的时候，给多一点人看一下，修改一下都好，看了修改了再po出去，如果可以。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发出这个影片，结果范范的粉丝在把我们推倒怎么办？那就推倒吧。如果我们说错，我们就道歉。对。第九个，我们觉得对的事情，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觉得对。所以你觉得范范看会对他有帮助？我觉得不管范范有没有看到这支影片，都希望他可以平安的度过这一次。因为我们先不管一个人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，而是只要当大家被别人攻击了，或者是被别人以不舒服的方式对待的时候，都一定会很难过的。而这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们在低潮里面，希望可以透过这次的事件，能够有机会学习到一些之前没有学习到的事。对啊，就是其实它就是人生的一件事。虽然说这件事情可能最后的结果大家都不开心，就没有人开心啊。就是这件事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开心，没有人得到口罩啊，也没有人在，就是没有人欢欣鼓舞骂范范被骂啊。然后所有人骂他，大家也都很生气，然后范范也很生气，因为他没有口罩。所以没有人从这一次的事件中，应该说几乎没有人从这一次的事件中得利，也得到快乐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这次的事件里学习到一些事情，也可以慢慢的冷静去思考。虽然说冷静思考有点难，但这对我们对别人都会有帮助。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件事的想法还有讨论。其实可以学到的蛮多事情，站在每个角度去思考，就会发现其实也没有这么多难以理解。
所以在这个有情绪的当下，我们来聊聊这件事情，也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理性的思考，努力让自己不要发生类似的事情，努力成为更好的人，努力不要说出让自己后悔的话。OK，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你要跟我一起 OK？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，喜欢溜溜的按喜欢，喜欢大山的按订阅，喜欢溜溜和大山的请开启小铃铛。如果有什么话题想跟我们一起聊的，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哦。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着，我相信我们彼此都有一些想法跟一些见解，欢迎你们在下面分享。